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道道都好吃餐餐陪住您的全球百年酱料品牌李锦记联合冠名播出。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常州近邻景洪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宝岛主夫出餐失败。哎呀，我的哥！你将无法参与接下来的比拼，但你的菜品可以给评委品尝。我知道游戏都有游戏规则嘛，我觉得没问题的，因为这毕竟是一场游戏，那游戏规则肯定是要服从的嘛。但是最终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做下来，把我的菜品完成。我觉得他选2个主食材是没有必要。我觉得你选牛肉，你就把牛肉做好就可以。2个主料放在一个里面，我觉得也是他超时的重要原因。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太复杂，挺遗憾的吧。请评委品尝第一道菜。评委好。这一道菜用了比较西式的调味。一型米是用了咖啡跟 SO 酱去炒的，还有那个虾的话就是用了香草，还有就很重的蒜，然后加了白葡萄酒，做了一个比较西式的调味。这个米吃进嘴里很有嚼劲，这个虾也很脆嫩，它那个虾里面还是有很多酒味呈现。白葡萄酒的味道很浓烈。请评委品尝第2道菜。今天我选的这个食材是羊扒，叫西餐的做法。下面的话我还用了山药，这里面的话是有猪红姜啦，跟那个红酒。羊排中确实能尝到酒味。作为中餐老师傅，90分钟内做出这样一道西餐，还是功力深厚的。请评委品尝第3道菜。里面怎么还有盐？他把酒倒进去了，要干嘛？我用海盐加高度酒，在客人的面前给它烤出来。不仅能闻到橙香味，还能闻到咖啡的香味。哇，它的咖啡豆煮起来了，香了。有酒的味道。石人玉老师低调又实力，真可以，有想法，真的有想法。宇哥确实可以。这道菜叫做橙香蟹饮，用咖啡和橙子里面的果肉榨成的果汁做成了一个橙香味的果咖。这个菜看似像做蟹亮橙，但是呢，这里面我是用的鸡蛋做的一个湖南风味的醋椒炒蛋。这个醋椒炒蛋吃进嘴里很酸爽。我万万没有想到橘子味儿，它完全没有遮盖蟹的香味儿。蟹肉处理的很嫩，也很鲜。创意上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表现。4位评委用餐完毕，请4位主厨前往器材室等待。哎呀，怎么超时了呢？没事。你搞什么？你搞什么？你到时间你就拍你不要管他。没事啦，我都其实今天90分钟呢是稍微真的有点短。我已经尽全力，就超5分钟。那我这本身，请4位评委现场讨论，选出2位晋级选手。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始终是要扣题的，因为我们早咖夜酒嘛。这个唐志威他做的这个羊排啊，红酒的味道很浓，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咖啡的味道，我是丝毫没有吃到。没有，我也没吃到。那个粤菜欧鸡，它的那个白葡萄酒的味道也有，咖啡的味道就相对淡，没有吃到。食人鱼它那个橙子跟蟹的搭配，还有那个视觉上的那个酒，那个燃烧的
那个感觉都不错。但是我觉得他这杯饮料，我觉得很难吃，很难喝。食人鱼的一样。对，他的咖啡跟那柠檬完全是不搭的，这是给我的感觉。但是他的菜，对，是1等1的，就我是这样感觉。课题都不是很紧。那假设如果我们就是不针对主题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如果随便聊嘛，就是撇开主题，谁最好吃？比较下来，它的东西是最好吃的。然后食人鱼啊，对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公认它是最好吃的。食人鱼是最好吃的，对。是。那第二觉得好吃的嘞？其实我觉得那个虾做的还可以，下面那个面呢，就是咖啡的味道淡了一点点。如果是下面那个面咖啡的味道再浓一点，我觉得就很好。但是那个虾真的没有扣题。但是唐志威老师的菜是至少可以吃到酒味比较浓。虽然没有咖啡，但酒味比较浓。那粤菜也有酒，可是比较没那么浓，可能白葡萄酒的关系有可能。但是就这个好吃的话是，哎呀，好纠结。请3位参与本轮评选的厨师来到现场。那还用评吗？那就不用评了。那应该是唐师傅跟欧鸡。对啊，那就是这俩了。但是我就觉得江湖食人鱼、粤菜欧鸡能赢。好的，3位厨师辛苦了。经过我们合议之后，我们认为可以复活的是江湖食人鱼。复活是吧？复活了，对。那时候非常开心，非常兴奋，自己进了。江湖食人鱼呢做了一个限量层，味道做得很好，有鸡蛋，有蟹肉，所以呢没有像完全蟹肉一样，一口下去以后满嘴都是纤维的感觉，所以口感上是好的。特别赞赏的就是它在上面淋了一个醋香的汁，让整个味道呢激发出来了，酒的香味也有。那么晋级的第2位是唐师傅的做菜我是见过的，我对唐师傅很有信心。粤菜欧鸡的菜很有想法，我很看好。我希望自己在挑战中不断进步。我的心态很放松，但我也渴望能继续走下去。粤菜欧鸡，粤菜欧鸡。唐老师，不好意思啊，没事，不好意思。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把唐老师给黑到那里了。唐志威老师的那一道菜，我觉得他的羊排首先第一点没处理好，就是一个是有筋啊，就是咬不动，然后呢，还有就是有可能在煎的时候，就是有的地方是比较焦的。还有就是它的汁，整个汁有可能是收的比较厉害，就把咖啡的味道给盖掉了，就觉得这个比较咸也是，所以说整个一个平衡也不够。粤菜鹅鸡呢，它也做了一个面和虾的组合，口感、味道都很到位，咖啡的味道可以再明显一点，那么这个菜就会更好。这道菜能吃出不同的复合香味，很不错。谢谢老师。我做这道菜关键步骤之一就是用对油，我选用的是金龙鱼1:1:1，它由8种好油科学配比而成，里面有花生油、菜籽油、芝麻油等很多好油，用它来炸虾，能为原本味道单一的虾肉增加多种香气。原来层次丰富的香味是这么来的，用对油果然是点睛之笔。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唐志威师傅和宝岛主厨，很遗憾，你们不得不暂别知乐游戏的舞台。这段征程虽然画上了句号，但你们展现的才华和毅力已经深深烙印在这个舞台，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铭记。为你们鼓掌，谢谢你们的付出，谢谢。努力，努力啊！很不舍唐师傅的离开。比赛很残酷，也很遗憾。唐师傅挑战了自己，离开得很光彩。我也很高兴这次来到这个舞台，也认识了蛮多蛮优秀的
中国厨师。我也恭祝你们还有我们的新厨，大家继续努力，继续走下去。感谢大家，也感谢各位老师。谢谢唐老师，谢谢唐老师，谢谢，谢谢，辛苦，谢谢，保重。不辛苦，不辛苦，回家了，回家。输赢不是个问题，看到这么多年轻优秀的厨师，而且我也看到他们所做的菜，我也学到了蛮多，真的很开心。我觉得对唐老师来说，他做纯中餐，对咖啡可能没有那么的了解吧。评委们可以品尝宝岛主夫的菜，但不会对现有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哎呀，我的哥！我做了这道菜，就是想要做给我的爱人吃的。那同时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是我最后一道菜，做给所有的炙热游戏的观众们，大家看到我做的菜。那今天这道菜呢，我用牛肉低温慢煮熟，就慢慢入味腌进去，然后快火煎一下，锁住所有的外面的风味。大家可以吃到鳕鱼，又吃到牛肉，有山珍海味。马铃薯泥我是用咖啡加淡奶油去煮的，所以它有淡淡的咖啡味，对，然后上面再插一点帕玛森 cheese 在上面。这道西餐看得出他作为西餐厨师的水准还是很不错的，咖啡味、酒味都有品尝到，很精致的摆盘，用餐体验很独特。如果它不超时，我们最后的抉择会更纠结。那就好好吃啊！太完整了，表达的这个而且元素很多，而且红酒跟咖啡都很合理的，对，很合理的，非常合理。我觉得如果它没有超时的话，它一定是能够进的。他做的菜其实是融合度最好的，以及呈现是最好的。它的总体是很好，很丰富。如果它不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我是没机会的。这场游戏不是我的终点，是我的起点。我觉得蛮值得来这边真的学习到蛮多东西，而且呢，也让自己往不同的方向去进步。累是累，真的累，但是呢，我觉得累的有价值。剩下留下来这几位队友，我觉得他们在烹饪方面肯定都没有问题，他们能继续走下去，对他们的未来发展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他们能走得更远。哎呦，是不是还有一场啊？等会儿就比呀。在之前的每一场对决中，总有一些能力者带着不甘离开炙热舞台，而这一次他们将重回赛场。4位厨师仅有1个补位名额，究竟谁能够参加补位呢？请4位评委宣布名单。一路比赛到现在，我心中的遗珠选手是我要出击，他很执着，有拼劲。这个采用了北京烤鸭的手法，所以在咬下去的那一刻是皮脆，非常多的汁水，没有被 KO 到。谢谢。我本来做足了准备，但是我又失败了，就想再试一把，逼自己一把。我要出击，非常的厉害。哇，在广州那个做那个日法拉，我要出击之前在玲珑工作嘛，然后现在又在广州的一星餐厅工作，然后我也很敬佩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世界第一，做菜是世界第一吗？当然，他足够自信。另外，他的这个花生酱 sauce 让我流连忘返。我觉得这道菜太粗糙了。谢谢老师。好，加油！还是有一些不服和不甘的。正好有这一次机会，我想好好抓住这个机会。世界第一，之前是米其林3星厨师，他很厉害。我觉得可惜的是，妇女组合当中的父亲。老北京食神，空气春卷洋河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味道，洋河的味道没了，这次春卷批不行。因为上一次的出品不太满意，这一次呢，再一次的交流挑战。妈呀！我觉得可惜的是，师门大战中的师弟奥林匹克
金牌。我自己用了一些很小众的食材，跟烹饪方式导致了一些问题，不太吃鱼腥草。既然有复活，那就希望走到底。哎呀，这地强吃地嘛，强子在吃地。这次比赛别回头了啊！现在将揭晓本轮主题。茶叶，哇，各种茶。5位菜主题为茶。中国自古有茶入膳的传统，宋代茶粥清雅传世，明清龙井虾仁、碧螺春金丝等经典，更是让茶香和食材本味交织出独有的东方韵味。接下来，你们将以茶为题，在90分钟内完成一道创意料理。比拼结束后，将由4位评委现场合议，选出排名第1的厨师，直接补位接下来的比赛。各位，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没有退路，只有破釜沉舟。你们只要出品完成即可按铃，给4位评委进行品尝。限时90分钟，开始。这个茶比上面那个简单多了。因为我是一个中餐传统的师傅，我做茶我可能就是龙井虾仁茶叶蛋。茶好搞，茶还是挺好融入的，茶还挺好做的。这做西餐的也好做，甜点。对。其实茶做菜呢，比咖啡、比酒难度呢都要小一点，因为在中餐里面，茶配菜、茶入菜的这种方法呢，已经很悠久了。包括我们古时候的古代人就有茶煮粥，我们非常有名的龙井虾仁，那就是直接用龙井茶的嫩芽和虾仁一起去炒的。包括我们的茶粉和我们这个面粉混合，我们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包点，很多。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喜欢用天然水做菜？水和水不都差不多吗？一看走地鸡和饲料鸡看起来差不多，走地鸡的鲜美来自自然中的味道，水也是一样的道理。天然水拥有大自然的禀赋，用它煲汤能提升汤的鲜味，所以我推荐农夫山泉。这是大自然的好水，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农夫山泉。高德扫街榜，扫真导航到店才算数。高德扫街榜，扫真信用评价才算数。找好吃好住好玩的，就查高德扫街榜，更真更全的榜单就查高德扫街榜。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蚝油系列，鲜熬型味更鲜，高端蚝油销量第1。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金龙鱼1:1:1，金龙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他们会做什么呢？茶叶在哪？在哪里啊？应该这个。西南红茶、祁门红茶，上面有碧螺春。哪里有碧螺春？这有碧螺春。当时决定3种茶，然后用3种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去做这个菜。红茶它其实可以抑制肉类的腥膻味吧，它也可以去除肉类的油脂，给肉上色，这个茶就行了。做冷类的我会用绿茶，肉类的可能也是红。需要点安吉白茶，我用了安吉白茶和茉莉花茶，因为之前我在安吉待过半年，所以我对白茶还是相对比较了解，苦味、涩味，就它的单宁度也没有这么高。这次我们这瓶如果是给我们泡杯茶的，那个不行的，我这个就忽悠我们了，大忽悠。我暗自里私心是希望老北京师生今天可以有机会，真的觉得他是可以。你第一轮没有吃到他那个河鳗，他其实上次做洋河没有做好，但是他做那个河鳗第一次吃，我一口我就直接给他，这么好吃。
Hello， 老北京食神又见面了啊！你要做红茶？对，这个就是算是西兰红茶是哪里的红茶？西兰红就是福建那边的吧？福建那边的茶。你这个菜已经想好了吗？菜想好了，红茶这个焖牛尾。哇，大牛尾，这个算是，因为上次碰到的是那个洋河嘛，洋河不好吃，这次给它搞好吃一点，拿出你那个河鳗的那个感觉，好不好 ？One pass， 一下就 pass 那次，应该问题不大，很有信心的。好的。Hello， 奥林匹克冠军，这是做什么茶？用了茉莉花茶跟安琪白茶，我会把茶的元素加在我的 sauce 里面，酱汁里面，就是会有茶，刷出有茶香。对。那主食是什么呢？主食是鸭胸。鸭胸，对，加油，好，加油。Hello， 世界第一。Hello。对你上次那个花生酱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印象真的很深刻。谢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味道。这次我打算用茶叶和猪肉馅儿。猪肉馅儿。对，然后做一个苏格兰蛋。苏格兰蛋。 Scottish egg， 就是蛋外面包着肉，然后炸的。期待你的 come back。Yes。Hello， 我要出鸡。Hello。那你今天做什么茶的味道？会用一个红茶的底，然后会配上一个茉莉花茶的一个香气。然后做一个偏酸口的一个莅临烧，东西麦莅临烧。期待，加油！谢谢。问了一圈，他们几乎都是用红茶跟茉莉花茶。茉莉花茶比较香啊，茉莉花茶香味更浓。哎，真的时间到了，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先做饭高一点，不好意思。爱你哦。不好意思大家，谢谢。哎，早录1个小时可能就可以迟到了。我感觉老北京食神有可能能赢。冰糖河鳗，它就是这种比较功底还是比较深的。拿到茶的主题，我感觉1个小时能出餐。泡开的红茶加入柠檬茶和芹菜，可以中和茶的苦涩味，增加酸甜风味。然后把茶叶盛出，炸至酥脆，再烤香，留作配菜。接下来处理牛尾，把焯过水的牛尾煸炒出香味。然后加入绿豆，主要是为了让它去腥增香。是什么？绿豆去腥吗？绿豆啊，绿豆去腥味。我肤浅了，我不懂。这个牛尾平时的话，我们要用水冲它2个小时左右。那加绿豆飞水，它的效果很好的。加上海鲜汁的料，里面的这个香料不能放多，香料放多的话，就是把这个牛肉的鲜味就给它盖了。所以我选择的就是原汁原味出香味。牛尾呢有点脂肪性的，红茶呢它可以去油脂，茶香味不足不行，它也能去到一定的腥味。这么一比，它还是挺稳的。这个小的可以的，我觉得它这个菜有可能赢。鸭胸啊？没有，那个蛋。那茶叶怎么弄进去？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茶叶，要想凸显茶叶的话，我就先用茶水，还有泡好的茶叶和肉馅混合，做一个比较偏亚洲风味的肉丸。它破了，根本就没有粘性。我看它裹的时候，它肉馅出问题了，它包不起来了。知道它肉馅水也下大了。它已经救不回来了。它现在需要是定型，因为它还要过3关嘛。这个肉馅它的水分太大了，很难能挂在鸡蛋上，需要放到冷冻里就很久才能定型。但是我时间不太够，然后当时就一下懵掉了。我主要是担心时间的问题，90分钟真的很快的。我时间不太够，所以我用液氮急速冷冻，定型了才能过3关，然后过3关油炸。炸完之后炸的那个颜色金黄色，特别漂亮。
挺期待那个丸子的，那个丸子现在这么大个儿。肉丸炸好后，再用火炙烤一下表皮，使表皮更加脆香。剩下的那种新鲜茶叶，我用油炸了之后撒盐，做了一个像茶酥一样，然后底下我用酸奶酪、蜂蜜还有茶酥拌在一起，其实有点像那种英国的早餐麦片，吃起来是酥酥的，然后会有酸奶酪的香味，然后周边搭配的是无花果和小番茄，这样会很好的凸显茶的味道。我挺期待就那个世界第一做的，应该蛋有可能。我做的是一个鸭胸，鸭胸是用安吉白茶的茶叶水泡过去腥，然后中间的土豆泥是用白茶的茶叶碎，然后跟土豆泥一起拌了酿在里面的。它鸭胸还有酿点东西在里边，挺好的呀。挺好，挺好，挺好。哎，茶味肯定够，我觉得。哎，这个设计的可以啊，又不是特别复杂。然后我把鸭胸煎至5分熟，然后一部分茶叶挂了个糊，炸了个茶酥。我的酱汁是用杏子跟茉莉花茶一起去煮的，做成的一个sauce。杏跟茶很好。这杏和茉莉花茶，我绝了。酸甜口的，跟鸭胸吃起来会更搭一点。哎呀，这是马上阿丽尼亚，是吧？阿丽尼亚，挺艺术。这鸭肉很好，挺好。我觉得它应该稳。拿到这个主题，心里还是有一个想法的。之前我做过一个中餐的龙井虾仁的一个变形，因为没有挑到合适的虾仁，临时换的鱼。不行了，我要这个鱼。东星斑肉质紧实脆嫩，也是和茶比较适配的一个食材。因为我这次来的比较匆忙，所以我没有带我的工具包，我没有找到拔鱼刺的镊子。没有鱼刺钳，哇，用手拔，麻烦大哦。这个手怎么拔呀？那你把它切掉也好一点的喽。徒手拔了2根刺，花了5分钟。当时我就知道这个方法行不通，所以我就只能舍弃最嫩的，其实最嫩的是鱼腩的部分，我只能直接切掉。然后我用鱼头吊一个鱼骨汤。正常的话，我们是熬一个比较浓郁的海鲜的一个底汤，但是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只能加入了火腿，补到这个底汤的香气里面。酸汤的话，我直接用了泡椒的水去做我的母水，然后再加入茶汤，类似于高汤的一个形式，然后补到了我的酱汁里面，所以让它形成了一个比较稀的一个类似于汤的一个概念。它这个风味太重了。对。那它茶味还能尝出来的？我也在想它腊肉的辣味儿。太复杂了，时间真的很紧的。图雷德，注意时间哦。半个小时。一般做栗林烧的话，会选择用鳞片比较大的鱼，这样的话它的栗林烧的效果会格外的好，因为它鳞片够大。你很容易把它炸脆。东星斑呢，它是密鳞，就是它的鳞片非常非常小，所以你很难去控制它这个鳞的脆度。东星斑栗林烧啊！哇，为什么要这么逼自己？啊，这鱼怎么熟啊？不懂啊！不是，这完了。这鳞得熟吗？鳞不熟呀，一整条去鳞怎么可能熟啊？今天我也是油温升到很高之后，然后再去炸这个鱼鳞的话，就是让它达到一个很脆很脆的一个口感，能够让它鱼鳞是脆的，然后同时鱼肉又是很嫩的。我也想让大家知道，就是东星斑你也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东星斑可以了。现场剩余14分钟，提示：如果时间到未能出餐，将直接失去晋级资格。它能不能弄完，感觉很悬。菜品的亮点就是牛尾的原汁原味，软烂糯，有茶叶的茶香。
大哥要上菜了呀，这看是稳的呀。最应该体现的还是那个汁，新鲜的杏子加茉莉花茶，酸甜盖过苦。国外学到的一些技法，去融入一些中国的传统食材，可以让更多、更广阔的人会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吧。现场剩余9分钟。因为我做的是一个酸口的一个汤嘛，然后茶底在下面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融合。我用绿茶做的是一个茶粉，撒在了我的鱼鳞上面，嗅觉层面上是有绿茶的香气的。然后茉莉花茶，因为它本身香气就比较浓郁，所以我萃了一个茉莉花茶的一个油，滴在那个汤的表面，这样你喝汤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茉莉花茶的一个香气。虽然过程中出现很多小意外，但幸好还是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这些复活的选手厨艺也都好了得啊，而且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店，谁赢谁输真的不好说。我也想开个店，就是还差点钱。有我们的老朋友杜小满呢，咱们靠的是厨艺，人家靠的可是真正的实力。合作银行资方100多家，额度最高能接20万的，日常开店进货基本都能搞定，还不用到处东拼西凑，有实力才能真的给力。我回去就试试。所有选手出餐完毕，请评委品尝第1道菜。我今天做的是一道红焖牛尾，用的是绿豆去腥，加上这个茶香的本味，它融合起来的一道就是咸鲜味的牛尾。牛尾非常的软烂，也非常的入味，软度、香度也都恰当好处。牛尾做的很好吃，反正不难吃。它吃红烧怎么地，只要把握住味，它不会难吃。这看是稳的呀，多稳啊！请评委品尝第2道菜。谢谢兄弟。这道菜我是用一个传统苏格兰炸蛋的方式，但是我用的是我们中式的茶混合那个伊比利亚黑猪，去代替了传统的英格兰茶蛋的肉馅。底下我是用酸奶酪加炸酥的红茶碎做的一个红茶酸奶酪的基底。能够感受到茶叶的清香。因为大丸子炸的那个颜色特别漂亮，糖心儿的蛋也不错，味道口感都是很不错的。其实这个吃也应该挺好吃的哈，就挺香的是吧？请评委品尝第3道菜。我做了一个酸汤的一个莅临烧，然后我把红茶萃取的茶汤加到了鱼汤的底里面。鱼的话，上面我撒了一个绿茶做的一个茶粉，然后同时我用茉莉花茶萃了一个茶油，然后滴在了旁边。鱼肉很嫩，汤很清爽，茶香味儿也很足。皮是一个脆脆的，汤呢，味道也很好。Nice， 可以。如果你这个菜要有茶味，它肯定过了。请评委品尝第4道菜。我做的是一个鸭胸，鸭胸是用安吉白茶的茶叶水泡过去腥，中间的土豆泥是用白茶的茶叶碎，然后跟土豆泥一起拌了晾在里面的。那个鸭子有点生，筋没有切断，咬不下来，吞也吞不下去，我只能把它吐了。口感偏老，淡而无味。柴那个肉柴到嘴里很别扭那个味儿，茶香也没太出来。补味赛全部出餐已经结束。接下来，请4位主厨前往器具房等待。我一头汗，对，疯狂做，好热，太热，我肾上腺素都上了。人少一点，还紧张好一点。请3位评委现场合影，从4位厨师当中选出1位表现最优者，成为补位者。牛尾应该稳了，感觉牛尾稳了，世界第1。
看成品的话啊，你刚才那个鱼汤它加了酸，里面很难体现茶的味道的。酸菜鱼我来举个，我赌酸菜鱼。通过后面讲的东西呢，我可能觉得那个女孩用茶的味道用的更多吧，押题一点。你赌酸菜鱼，对，我赌牛尾，输了负责买单所有交易。行。首先鸭肉肯定是不行，鸭肉不行，鸭子做的也没有味道。第二个茶叶也没有弄好，这个菜鸭的胸的肉的部分几乎没有味道。第二个它的茶叶啊，里面虽然放了一点茶叶，因为味道太淡，再加上土豆泥什么裹到一起，丝毫没去吃茶的这种香味和口感。老北京食神呢，味道还是可以，蛮浓的，而且茶香也有。老北京食神牛尾，其实我们在北京啊，经常吃这道菜，我觉得它做的非常好。世界第一呢，虽然也好吃，但是它的味道太多了，又是番茄，又是酸的，又是啥，茶叶的味道已经完全找不到茶叶的味道。它味道还可以，你要跟主题比，它主题不行。我倒是觉得还好，我是觉得它的茶叶在那个肉里面，我觉得这个也不违和，但是它就比较香，我是觉得我会选肉丸。我要出击，它这个我觉得它的酸呢也不酸，突不出任何一个有个性的东西。它的好处就是汤里面有茶，肉上面有茶粉，还有几滴茶油，我觉得它这个动了些脑筋。好，现在出现了1比1的情况，这位老师投那个，这位老师投这个，就看你的了，就看我了，一锤定音。老北京食神牛尾，我觉得它做的非常好，糖心的淡，茶味也有。姑娘那个菜呢，做的也不错，好纠结。接下来，我们将公布补位赛的唯一晋级名额。搞那么紧张吗？我努力做好我自己。那道菜做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稳了，肯定进的。菜品呢肯定是有信心啊，这一次的出品对我来说很满意。输赢对我来说不重要，能挑战自己就够了。经过商议，我们决定成功补位的厨师是。应该蛋有可能赢。酸菜鱼我来举个，我赌酸菜鱼，牛尾应该稳了。我会选肉丸。我要出击，动了些脑筋了。我要出击。恭喜！哦，我的宵夜来了，我们的宵夜成功了。恭喜，恭喜妹子！哇，我投姑娘。好，我投姑娘。好的。茶跟鱼完美的融合，它那个鱼肉做的也不错，然后茶香它分了好几层，汤里头有，最后又淋了点儿，然后那个肉皮上还有点缀，都跟茶有关系。恭喜我要出击，请前往晋级区。真的有点懵，真的有点懵，因为我没想过会是我，在限时的时间里面逼自己一把，挺爽的。谢谢三位。总的来说，今天真的是把这个茶跟食品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每一个都很成功。这位哥哥，您，哎呀，今天很遗憾，我非常纠结，就是确实是咸了，别的我觉得都很好。有可能是收汁收得太厉害，偏咸了一点。下次不想让。我觉得你们每个人其实做的都很优秀，但是我们没办法，只能在4个里面选一个，所以呢就非常的遗憾。谢谢你们，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其实我一直在说一句话，其实每个人来参加比赛，来参加这个节目，其实你们就是赢家，在这个所有的战场上没有输家，所以说你们继续努力，加油！好，谢谢。来北京吃牛尾，来北京吃牛尾，老师啊。好。这次没有遗憾了，做事嘛就是尽心尽力，我们负到责任，把每一道菜尽心尽力的去把它做好，我感觉就满足了。有一点失落吧，毕竟来参加比赛就想要进到最后拿冠军，但是我觉得我这次玩得很开心，很兴奋，我感觉肾上腺素都在飙升那种感觉，高兴远大于遗憾吧。如果有机会，那再来吧。
全新副本街道经营战。本次比赛所有选手混合组成5家餐厅，通过抽签的形式抉择餐厅成员。来什么就是什么。我手气也非常好。不好意思啊。张志成自动加入。觉得大家都没有那么 match。排名最末的2家餐厅将直接被吞并。先把菜定了，看看市场里面有没有那个文思豆腐，把豆腐丝切得很细，底下那个碗一大体。我俩今晚别睡了。油泼面可以加一些不应该在油泼面里的东西。我不这么认为啊，兄弟，我只觉得传统一点。想做更多创意的部分，会更偏fine dining一点。这不是一个展示技艺的时候，现场的装修环境它也不太适合做那种东西。这姜不得先下吗？你切成这么厚的时候，你已经败了。没花，就一会儿大家想想，不要着急，哪怕就是换菜。欢迎大众食客进场。可以拍一下吗？哇，黑琴点评。哇哦！大表哥995。网友新订单。哎呀！点我们的人就是少呀。法式鸡卷配上一点香港特色的慕斯，拿秋天的海棠果、红酒来卤的这个牛肉。哇，看起来不错哎。他说他那个汤非常好喝。好看，你先开一下胃。好好吃。太甜了哥。不够出彩，分量上少了一点。不好吃，对外失败，挺震惊的，是蛮预期不到的。我实话实说，分儿有点低。给 Larry 干没信心了，这样下去我们很危险。不会，别着急，调整出品质量，装盆效果。我觉得稍微甜也可以下一点点。我做几个甜品送一送吧，每桌送一碗酒酿，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不要那么快改，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全部人的问题。被吞并的2家餐厅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